你当过家豪吗？你先别着急否认，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有一个漫画在群里反复刷屏，漫画名字叫请允许我自豪，漫画的主题就是主角在做一些很刻板印象的家豪行为，但实际上是在和一些只有他能看见的其他同学都看不见的怪物战斗。如果你没看过，那我推荐你看看，反正是个免费的漫画。说实话，我很佩服作者的脑洞，这些大家看过之后绝大部分都是一笑了之的神人行为，这个作者居然能以这个为契机自圆其说的创作一个故事出来，而你在看的时候会看得很开心，没有任何精神负担。有的时候不得不佩服他们这些天赋怪啊，作者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为什么今天突然把这个拿出来说呢？今天我的脑子里突然回闪了一下这个漫画的一些情节，然后突然鬼脑发作，脑子在告诉我，如果漫画里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不存在，那主角他不就是中二病吗？中二病确实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现在的新生代互联网用户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没关系，我会给你们解释的。中二病的原型为青春期少年少女正常的自我中心现象，具体表现为一些青少年会模仿喜欢的作品或者自己原创的作品中的内容，把自身想象成拥有特殊能力的大人物，这种向内模仿向外输出自我意识的过程就被称作中二病。换个角度想，你现在面前站着一个高中生，他跟你说他是 Dark Flame Master， 和一个高中生双手插兜戴个口罩告诉你他在和看不见的怪物战斗，作为你的感受来说有什么本质上区别吗？而在中二病也要谈恋爱这部作品中，我们看下去就会知道，中二病本身只是一个带刺的壳，用来保护自己内心最脆弱的那部分东西。所以在袒露心声的那一刻，无论说的再怎么中二，主角也早已经泪流满面。你放到中二病也要谈恋爱这个动画里，就是六花心中对于亲人的情节，靠着那些中二幻想来逃避一些现实层面的东西，甚至一开始他都是靠这些中二的理由再逃出家门。以中二病为题材的动画这个赛道中，最多被人提到的肯定就是中二病要谈恋爱，毕竟各方面看着也没什么精神压力，最后该上价值的地方也很感人。而作为一个还算有点老的东西，当然得给你们看点不一样的。其实还有一部作品在讲述中二病的领域表达的更露骨，也更深刻的剖析了中二病对于周围和自身的危害。这部动画叫《魔龙院光牙最后的战斗》，故事讲的内容很直白，男主的中二过往是从博取别人的眼球到后来真的把自己演了进去，对自己和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明明已经走了出来，但升入高中后遇到了沉浸在中二世界中的女主。故事的最后，在生死线上，男主用直面自己中二过往的方式把女主拉了回来。很多的作品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不管是家好也好，中二病也好，这些博人眼球行为其实都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都在反映一种缺爱的本质。这套自我保护机制在很多年前叫杀马特，叫非主流，在10几年前叫中二病，最近叫家好，但本质上都是一个个容易受伤的灵魂在那自我防御。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你觉得这些行为需要被纠正吗？还是顺其自然发展就好了呢？在评论区说说吧。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